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进入变压器塑模建模第6个影片，也就是这个系列的小小的一个 ending， 就最后一个影片，因为我们就剩下一个参数没有量嘛，就是铁芯的电阻。当然，这铁芯的电阻并不是指的是铁芯自己本身的电阻，是我们在等效上会量到一个电阻。那这个电阻怎么量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它的等效电路。从这个等效电路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基本上是并联在我们的一个护杆的上面的，就是它并联在上面的，所以你直接去量它呢，基本上是非常的困难，而且你也拆不开，因为它是一个有一些耦合关系，你拆不开，所以呢，它需要同样的量完之后呢，用数学式去表达它去做解析它。那怎么量它呢？我们同样的使用的因为我们是把它这个等效是放在我们的一次侧这一边，所以呢，我们二次侧我们同样是把它开路的方式去量，然后使用弯破的方式去量它的什么？量它的一个阻抗图。我们这次量的是它的阻抗图，就说整个频率这个横轴是它的频率嘛，整个横轴频率对于这个看进去所有电阻值的一个变化，就阻抗值的变化，但阻抗含的是实部跟虚部嘛，就它含相位的这个阻值是含相位的，但它的那个什么，这个整个阻抗值的那个叫等那个叫什么突然想不起来绝对值这个绝对值就是它的电阻值的意思实部的值称为叫电阻值。那我们简单的来另外分享大家可以看到，在 10K 之前，它基本上都是线性的，不受任何的寄生电容的影响那所以其实这样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得到，在 10K 以下，你完全如果你的那个频率是在 10K 的操作频率在 10K 的以下呢，其实上你完全不用考虑寄生电容的一个的影响。当然高于这边开始就有一些寄生电容的这个影响那就要开始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考量这不同的考量。好，那这个图呢，我们主要是看到什么？那我们先知道，在这个阻抗里面如果你把它拆成实部跟虚部我们这个就不推导给大家了，直接给大家看答案有兴趣你可以看那个 Omicron波的100，他们网络上有很多的资料可以看。那我是经过他们的同意截取他们资料来这边做简单的分享。那这一条线这整条线我们称为叫 Z1 好了因为我们是从一次测量进去的嘛，所以我们用 Z1 来做一个表达。这个 Z1 它的整条线的组成事实上它有分成实部跟虚部，然后实部跟虚部的平方累加开根号就是它的一个等效值嘛，就所谓的等效值。所以 Z1 事实上是等效值的结果Z1 的等效值，这边的一个等效值绝对值不是等效值，绝对值把它平均平方累加开根号就是它的一个绝对值嘛。我们看到这条线事实上是它的绝对值了。那从这个公式我们会看得到 RC 就是我们这个铁圈绕线之后的等效上的电阻值如果我们把它趋近于无穷大，那么你从线圈看进去你只会看到 R1实部只会看到 R1， 虚部就会看到我们的质感跟它的一个漏感当然这边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线圈如果你要说所谓的这个铁芯是低损耗的，事实上低损耗的意思这个 loss 比较低呢的损耗的意思，事实上就是 RC 是变大因为变大电流往这边的电流才会变小，全部往电感那边流过去。如果你等一下我们再从下一页再另外说一下，所以只是要自己记得RC 越大，那你的磁损就是磁所产生的损耗事实上就是变小的。那这个值呢事实上跟实际操作的一个状态也有一些关系，因为磁本身它在不同的负载情况下它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磁性元件上它本身自己会包含是饱和啦，或者是它的磁通量都影响到它的一个特性，甚至不同材料就不同。所以这个图呢事实上量起来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参考，让你知道你的一个实部虚部的一个状态大概是长这样，但实际操作说实话
RC 量出来的一个意义拿去仿真的意义不太大，那也非常难算，它也应该说很难直接去取得，而是用这样的一个公式去算。为什么？因为这个公式可以看到除了那个 RC 以外，所有的参数都是在刚刚在前面影片都已经计算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从这样可以去反算 RC， 那你去反算出 RC 的这个条件出来之后，你再去模拟事实上影响非常非常的小。为什么？因为一般的 RC 是很大的，它不太参与这整个一个运作，除非你用的是太夸张、太烂、太便宜的铁芯，那个 RC 特别小，那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一个变化量。就是一个以这个跟大家做一个分享。RC 我们大概是怎么去反算出它，但一般是不会去算的。那我们刚刚讲了嘛，这个 RC 比如说这个线圈不是线圈这个 RC 越大，损耗越小，就是意思就是说，当这个阻值越大，它电流就不流过它，那产生的那个损耗，就是你的变压器的发热的状态，那是就可以缩小，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 RC 越大，那损耗就越小。这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念。所以呢，我们这个整个系列影片就已经把上面所有的这个 RC 都量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咯。那希望这个系列有一个 happy 的 ending， 那你自己也有一个 happy 的 learning curve， 在这一个系列影片上加起来，我猜一个影片大概6-7分钟嘛，或甚至5分钟，所以6636至少也有30几分钟那希望这样的一个不是很长的时间，那你可以学到你所需要的东西。OK， 那这个系列结束，我们就下个系列见咯，谢谢，拜拜。